又是你！沙子，是这些沙子在作怪。那个金罐子里也有这种沙子。你很聪明。 整个阁室楼里，到处都有这种沙子。这些沙子会让人的记忆发生错乱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你。 对，我就是你。你终于想起来了，其实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 对，你第一次进入阁室楼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了他的秘密。你一路探索，来到了这里，但你知道，发生过的事情会不断的被忘记，所以你只能给未来的自己留下一些重要的线索。 为了不让你发现，所有的字条字体都是用左手写的，所以你指引我一路到此，就是为了告诉我阁室楼的真相。不止这些，我还想要告诉你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 我已经想清楚了，但你还没有。你的内心深处还藏着脆弱的一面，你一直不愿意面对。不，我早就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了，是吗？你再仔细的想一想，还有一件事。 你没有意识到，我刚刚说了，我就是你，但你还不是我。什么？我哥，这一路走来，一定很累吧？阁室楼层层嵌套，鸠山美智早就掌握了其中的法术。你我身在其中，不过是笼中挣扎的困兽，早晚会死在这里。这一点，你我心里早就清楚。青梅，你跟我逃出去吧。我们离开阁室楼，离开日本人，离开这里所有的一切，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一起隐居，就像之前我们约定好的一样。你相信我，接下来的一切我都会处理好。只要有我在，这里的一切都不该由你来承受。青梅，跟我走吧。
我不能走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应该逃避。我不想依靠别人，我只想靠我自己。果然如你所说，你已今非昔比了。为什么要用幻象来欺骗我？我没有骗你。你在幻境里看到的一切，都是你内心真实所想。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非常重要。你的内心不能有任何弱点，也不能有半分依靠他人的念头。所以，你用武功来考验我。阁氏楼里的星月砂非常厉害，被拼凑的记忆会不断攻击人的内心深处。但凡有一丝破绽，便可能永远都陷在这个轮回里。这里反复建了这么多阁氏楼，是不是跟那个屋子有关？我最终依然没有办法杀401的成员，所以只好暂时答应鸠山，帮他找星月砂。但没想到在无限阁氏楼里，会有如此多的宅娘娘。我花了很多时间，训了很多只日本人抓来的宅娘娘，带着日本人通过了这个地方。可深处的阁氏楼，仍旧潜逃着阁氏楼，毫无规律。我们完全找不到鸠山想要的星月砂在哪里。八爷，啊，这竹简上画的各式各样的怪物，根源是不是阴长生的术法？没错，根源就是治怪丹。来，那是阴长生啊，用放射性陨铜炼制而成的异丹，药性极烈，绝大多数生灵服后会因辐射异变而亡，只有极少数特殊生灵存活，体内诞生全新蛋白质，身体彻底异化，获得匪夷所思的能力。原来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变异，只有这6种能扛住。没错，天地间仅此6种，各占5星。金星，穿山甲，服丹之后化为蓬锹，它异化后长出的鳞片是天然春药，但凡触碰，便会让人滋生情欲。木星，螳螂，服丹化为蓬菊，它的粪便带有异药性，人一旦触碰，会极度亢奋，事物扭曲炫目。水星，猪肉绦虫，服丹化为硼质，它的异变体质会催生一种特殊恶素，能让人产生无尽饥饿，丧失理智。火星，野蛇，服丹化作巨蛇，它能分泌特殊幻术信息素，旁人吸入立刻深陷幻境，真假难辨。土星最为复杂，分阴阳2极，人类服丹男女异变完全不同，男性服下治怪丹会先变成多手怪，最终彻底异化为宅娘娘。她身上脱落的皮屑，就是害人的星月砂。女性服下治怪丹会变成长发女，她们的长发就是能解星月砂之毒的祝融丝。另有幻尸草，是特殊的牵牛花变种，外形和牵牛花几乎一模一样。它被治怪丹异化后，核心效果只有一个：延缓生灵的新陈代谢。新
新陈代谢无限变慢，人体的老废表皮就无法正常脱落。人看着苍老衰败，皮肉堆叠，却不会死去，这就是幻尸草的毒。这一整套异化毒性，自有天道之恒。翟娘娘产出的星月砂，刚好可以解除幻尸草带来的衰老停滞之毒。而福丹女子生出的祝融丝，又刚好能克制化解星月砂的弥毒。一物降一物，必还相生相克。这下彻底明白了，所有怪事毒性，归根结底，都是6大异化生灵相互制衡、荼毒。正是如此啊！看似神鬼妖邪，实则都是丹药异变、蛋白重塑的造化与祸乱啊！八爷，我们还是带上401，赶紧去跟佛爷会合。哦。佛爷，你发现鸠山了吗？他在哪儿？他最终目的是要找果实房间取星月砂。如果没有我带路，他一时半会儿找不到。我们还有机会的。我们解决不了法术，就杀不死鸠山美智。你再想想，他是怎么控制那个星月砂的？这种事情，他是不会让我知道的。小罐子，他每次施展法术，都用那个小罐子。只毁掉罐子根本就没有用。老七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佛爷，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。那个金色的罐子是殷长生的法器，他就是用这个罐子来挥散星月砂，且能够散得很远。鸠山美智怎么会死在这儿？佛爷，全部是剖腹自尽，刀法娴熟。星月砂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，是因为星月砂浓度高的地方，大脑会选择记住；浓度低的地方，大脑会忘记。虚实相生，法术便成真了。五哥，写的什么？这是日本人对张启山的监听记录。原来他们从下楼之前，就已经开始在探听张启山的动静。五哥，你看。这些字的意思是说，军政部下令要张启山杀进九门。杀九门！九门帮派聚众为乱，通匪抗命，祸乱长沙，罪无可赦。今奉军令，将首脑6人就地正法。行刑！张启山要杀九门，不可能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也就是说，施法者的暗示不同，我们看到的法术也就不同。所以，小罐子就是一个发散装置。就是说，毁掉小罐子。只能暂时阻止鸠山每次施展法术，最重要的是毁掉所有的星月砂。没错，我有办法毁掉所有的星月砂。你们看，这里便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空间，形似一株巨大的牵牛花，这里四周都弥漫着星月砂，它会让人失去记忆，所以才产生了种种的法术。看来你们已经知道了。
而破解星月沙的关键就在这里，整株花的根部。这里面有一样东西，可以摧毁所有的星月沙。只要找到这个房间，一切就都可以结束了。看来老七知道的都在我们之上，真厉害。佛爷，现在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楚，但请你相信我。就按你所说的，我们去这儿。吴老狗，果实房间到底在哪里？在你爷爷我的裤裆里。你过来啊！八个！佛一定会拖住九山的，我们去毁掉星月沙。跟我走。哎，五爷，来。哎，不是，来，凑合吃点吧。你呢？哎，坐下。受着伤呢，去哪儿啊？把饼吃了。不是我，老五，我坐这儿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对了，你怎么受伤了？为什么人家佛爷一点事都没有呢？不是，佛爷人家是穷奇家身，我就是个凡胎肉骨，再加上手无缚鸡之力的，这一刀从我这……哎，回来了。佛爷，被日本人扣押的医护人员已尽数解救，他们和401都被送往医院疗养了。很好，把须弥境所有的事情，还有日本人的计划，都尽快整理好，呈报上峰。是。哎，臭鱼，过来，扶我一下。哎，回去，走。你说说，这对烂摊子事可算是结束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的兵我还是给你找到了。谢谢。既然如此，我会遵守承诺，退出九门。哎，都是兄弟，当时说的可都是玩笑话，何必当真呢？咱们俩之间的误会也算是解除了。你不退出九门也可以。玩笑话。当初可是你逼着老八，并以自家的香火发的毒誓。如果老八真的断子绝孙的话，得把你千刀万剐吧。当时是我说你和老八不守誓言会怎么样，没有说我自己。现在不守誓言的是我，这后果我担着。那九门之首还得是你啊，想什么呢？哎，这一路走来，军政部、九门，还有日本人的事，其实我都看在眼里。你身上的担子比谁都重，守好九门难，守好长沙更难。不过佛爷，你做到了。不是我做到，
是我们做到了。以后无论有多大的风雨，九门不散，相将不断。好。罗长官，您亲自致电，属下惶恐。文海啊，我听说你在长沙干得不错呀，上峰对你颇为倚重。最近在忙什么差事呢？长官过奖，属下只是奉命行事。属下正依令在长沙清剿整肃九门一派。九门在长沙盘踞已久，干系众多。属下正谋良策，既能保长沙太平，又能尽快完成上峰交代的任务。长官，属下斗胆向您请教一二。长官见识高远，说不定能为属下解开疑虑。我院子里啊，有棵罗汉松，根深叶茂。这修剪树啊是门学问，剪多了容易伤根，剪少了又容易招虫。若是要把树连根拔起啊，你就会发现，它的根早就缠住了屋脊墙角，要真拔了，那整栋房子都得塌。属下明白。所以啊，修剪树木未必非要斩草除根。属下谨记，感谢长官教诲。进来。长官，现在动手吗？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但是人是不能杀的，随便找几个罪民把他们关起来。久闻湘西此事大名，听说你们专门帮人排忧解难，我这儿正好有一桩难事，想请你们出手相助。我要九门各当家的人头，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10倍奉上。3天之后送你人头。你们真的可以杀死九门吗？我们和张启才隶属同宗，他有多强，我们就有多强。为何现在才来找我们？从前上峰另有打算，现在由我全权负责。你若变卦，定金不退。2月红，他有一间密室。这世上没几个人知道怎么进那间密室，而且听说，就算用炸药也炸不开那间密室。封城以后，他就躲了进去，再也没有露过面。